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积分游戏。恭喜您成为中阶游戏的玩家，祝您游戏愉快。给我兑换5万元，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积分可以兑换钱甚至任何东西，因此玩家为了赚取积分而不择手段。撞到我了，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！怎么补偿？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！你想杀了我？而我赚取积分，仅仅是为了复活他。不！现在的游戏越来越无聊了。喂，不好了，振宇，咱们班的新班长让你明天必须来上课。去，我旷课1年多，老师都没管我，他凭什么？你这家伙，我知道1年前那件事对你打击很大，够了！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你，而害死你的我，又怎么才能活下去？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？恭喜您成为中阶游戏的玩家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啊，中阶游戏，我有下过这个游戏吗？啊！请检查您的现有属性与积分。这是我的属性面板，真就是个战五渣呗。积分可以兑换任何东西，祝您游戏愉快，再见。任何东西？切，别想骗我，有种就把我的积分都兑换成钱啊！积分兑换完毕。我操！这不会都是真的吧？这游戏是真的。如果真的可以兑换任何东西，那么复活死者呢？玩家当前积分为0，复活死者需要1亿点积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赚够分，1亿就能复活了。太好了！真的太好了！不就是区区1亿积分吗？于一，你等着！特殊任务出现，玩家是否接受？为了雨一，我全都接受。这人在干嘛？可能是流浪汉吧。新来的清洁工，以前没见过呢。是不是搞我？有变态呀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做了几天的任务，居然才100积分。看来我把这游戏想得太简单了。但只要向复活雨衣的目标靠近，这些就都是有意义的。玩家累计完成任务50次，获得幸运抽奖1次，请问是否使用？暂时不需要，存着等10年，说不定容易抽好东西。得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获取积分的手段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没想到小胖子，你还蛮大胆的嘛。对不起，是误会。光道歉可没用啊，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。怎么补偿？是啊，该怎么补偿姐姐我好呢？让我好好想下，要不就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。积分？难道你……小胖，你撞倒我了，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。怎么补偿？是啊，要不就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。积分？难道你……隔绝领域开启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天空变紫了？小胖子，你在看哪儿啊？我的手！玩家左臂受损严重，暂时失去战斗能力。血里面都带着脂肪，你真是美味呢，小胖子。慢着，你也是中阶游戏玩家吧？跟我不应该一起做任务，好好相处吗？
好好相处。你还真是天真的可爱呀！那我就告诉你好了，猎杀其他玩家夺取积分，才是这个游戏的正确玩法。只有白痴才会老老实实的做任务。怎么会？来吧，被我击败变成积分，和姐姐我融为一体吧。不，我能死在这里！太好了，有人！大哥，帮我报警！有人要杀我！啊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摸不到他？小胖子，省省吧。隔绝领域是重叠在现实次元上的异次元，只有玩家才能进入。现在谁都救不了你。姐姐看上的猎物可是跑不掉的哟。游戏结束。每次看到别人死掉的样子，人家都要受不了了。警告：玩家心脏受损，即将死亡。可恶！我都已经找到复活语音的办法了，我不想就这么死去。对了，要使用幸运抽奖，抽奖系统启动。只能搏一下了。这个是抽奖转盘构建完成，抽奖程序开始。原来是这个中奖率低的要死的抽奖系统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是能抽出福袋，还是1年大会员呢？拜托，就算是治疗药水也行啊！果然如此，看来老天都不想帮你啊！对不起，雨衣，到头来我还是无法。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装备。什么特殊装备？我从没听说过。他的身体正在恢复，我可不会让到手的鸭子给飞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就是特殊装备的威力吗？好险啊，差点就死了呢。随装备赠送状态恢复1次，左臂受损修复完毕，心脏受损修复完毕，吞噬之刃装备完成。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死在这里，准备受死吧，臭娘们儿！游戏结束。警告：玩家心脏受损，即将死亡。可恶！我还没复活语音，我不能就这么死去。要使用幸运抽奖，抽奖系统启动。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装备。什么？好险啊，差点就死了呢。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死在这里，准备受死吧，臭娘们儿！切，一个才进入游戏的小鬼，这种威力的武器也不是能轻易驾驭的。是不是傻？有装备碾压了，还不够揍飞你这个臭女人吗？揍飞我？你以为这是只靠装备就能战胜对手的电脑游戏吗？就让你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恐怖吧！别小看人，来呀，学把锤！小胖子，你在看哪里呀？再来一击！好可惜，还是碰不到人家呢。可恶！如果这是操作类的游戏，你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放心吧，以你那个等级的力量，挥舞那么大的一把刀，想砍到我是不可能的。倒是看看你自己身上，可是多了不少东西呢。
他是什么时候？我的爪击可以给敌人留下印记，在积累到一定的次数后，你会如同玫瑰一样绽放。这样还不倒下？姐姐都要有点欣赏你的顽强了呢。乖乖去死吧！可恶，全身都痛得动不了了。但是我不能在这里倒下，我要赚够1亿积分复活雨衣，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倒下啊！系统检测当前玩家精神值与装备同步率达到100%。吞噬之刃升级为吞噬套装，即将可使用特殊技能过载模式。此模式将消耗生命能量，提高各项属性。是否开启？是。指令确认，执行开始。这小胖子每次都跟变魔兽似的，花样还真多呢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速度变快了！可恶！臭女人，你在看哪里呢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哼，我啊，因为你的原因，可是把生命都出卖给我的剑了呀。其实就是卖掉了我的脂肪。全是胡说八道！我马上就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不，输的那个只会是你。哼，少给我装逼了，你这臭屌丝！还没发现吗？你已经进入我的领域了，因为我一开始的乱击，剑的能量已经散布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尝了那么多你的招式，是时候让你体会下我的必杀技了。收下我剑的愤怒吧！必杀技，能量喷涌。这，难道我要在阴沟里翻船？小哥，只要你现在停手，我让你玩怎么样？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啊！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雨衣，等着我，1亿积分，马上就会集齐。谢雨，谢雨，喂，醒醒啊！唉，真是的，说好了要在新游戏里带我装逼带我飞呢，结果现在在干什么呢？算了，我自己先回去了，你继续发呆好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等等我，雨衣。又是这个梦吗？对了，和那个疯女人打完后就晕过去了。怎么又是王博这家伙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新班长说，如果你再不来上课，就通知学校把你开除。少给我来这套！替我转告班长，我谢宇就算死外边我也不会。紧急提示：侦测到珠江大学附近即将出现 F 级地下城入口，击杀地下城 BOSS 可获得少量积分与经验奖励。兄弟先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学校，等会儿见。他好帅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怎么今天别人看我的眼神都那么奇？我操，这是我？我怎么会收了那么多？玩家的脂肪已被作为能量，用于开启吞噬之剑的过载模式。原来所谓的燃烧生命能量是这个意思。提示：过载模式开启所需能量巨大，玩家若再次使用生命能量作为攻击，即可能危及性命。看来使用过载模式这个外挂的代价不小，要少用了。衣服这么破，先换件衣服吧。这积分商城果然什么都有，积分还是要省着点用。喂，我们看那边。哇，这个男生好帅啊！啊，这人是谁啊？咱们学校里有这么帅的男生吗？哼，无聊。不过被人称赞还是有点小爽。地下城开启之前，得先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了。
不然再碰到女变态那种玩家，几条命都不够我死的。显示我的属性栏，咦，虽然等级提升了，但是积分却没增长。按照那个女变态的说法，敌对玩家死亡才能获得对方积分，所以我没有杀死他。还好还好，我可还没做好杀人的准备呢。把点数全部加力量试试看。那边的同学，能把球扔过来吗？好嘞，接好了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球把篮板砸穿了！有人看到是谁干的吗？那小子好像跑那边去了。我操，怎么回事啊？8点力量值就能做到这种事，太扯了！提示 ：F 级地下城即将开启，请问是否开启自动寻路功能？总算等到了。是，又是这种地方。我怀疑你这个游戏有什么特殊癖好。一切都是为了复活雨衣，拼了！还好，看起来应该没人。为什么会在隔间里？别告诉我地下城入口是马桶，只能进去确认下了。你这变态，好大的胆子！同学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去！我操，这什么啊？之前就听说学校有变态色狼出没，没想到真被我撞见了。那我就给你来个物理阉割吧。那么我该从左边切还是右边切呢？真头疼啊！等一下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废话少说！警告，检测到玩家之间对决，自动开启隔绝领域。你居然也是中街游戏的玩家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随便拆了。这女人是来真的，只能上了。等我打败你，再慢慢和你解释吧。你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新人的味道，你哪来的自信能打败我？不试试又怎么知道？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是不是比口气还大。这力量好强！提示：地下城已开启，附近玩家即将自动进入。什么？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？我不想和这个暴力狂一起刷粉啊！这地下城的传送方式，未免也太粗暴了吧！你这家伙，找死是吧？哇，好神奇！居然是以我们学校为模板的地下城。第一次亲身体验满是怪物的地下城，还真有点紧张呢。原来你是为了攻略地下城才进女厕所的吗？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变态。明明是个菜鸟，却还想一个人攻略地下城，哼，真是不怕死啊！你不也是一个人？少把我和你这种菜鸟相提并论。等级高了不起啊！菜鸟，仔细看那些怪物，怪物的名字颜色代表了危险程度。你现在看到的应该是黄色，也就是超出你能力的怪物。换言之，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单刷这个副本，你就死定了。而他们在我眼里是代表着毫无危险的白色。好帅！1亿积分，每周5、周6更新，敬请期待。关注追更不迷路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会进社。别散，全都给我死！好厉害！小心！我这伤害未免也太低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身体自然反应啊，
可能不希望看到女孩子在我面前受伤吧。我可不会为了这种事感谢你。是家伙，人还不赖嘛。我叫沈云瑶，你叫什么？谢宇。谢宇？那不是那个不来上学的家伙？这么巧吗？看你这么可怜，我就大发慈悲和你组队好了。队长分配，摆明了就是让我打白工。唉，就当是来蹭经验的吧。好啦，接下来你就怀着对本小姐感激涕零的心，安心在后面吃经验吧。但是你要是敢捣乱，小心我连你一起砍。这女人的性格真够恶劣的。升级了，力量给我加满，名字从黄色变成绿色了，也就是说，终于能战斗了。前面就是 BOSS 的老巢了。把 BOSS 安排在阶梯教室里，这狗策划还真会玩。这什么鬼啊，怪恶心的。粘合怪一般会寄生在怪物尸体上汲取养分，没有攻击力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进去吧。红怪，而且这也太大只了！别大呼小叫的，乖乖站着别动，本小姐马上就解决给你看。有影瞬闪，结束了。龟木斩，厉害啊！一招秒杀。等战斗结算完成就可以走啦。沈云瑶，小心身后！你在说什么啊？啊？怎么会？沈云瑶，小心身后！他在重生！可恶，动不了了！沈云瑶！还好赶上了，不过这过载模式只开这1秒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。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但我好像中了麻痹类的毒素，无法行动了。这怪物强的不像是 F 级地下城的怪物啊！我曾听说，高等级的地下城随机性很强，经常出现意料之外的强大怪物，但没想到这里居然也有。我们运气太差了。这时候思考运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还不如思考如何打倒眼前这家伙。别开玩笑了，现在除了逃跑没有其他办法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带着没法动的你，根本跑不过这大家伙。不就是越级挑战首领啊，又不是没试过。看我的吧，先引开他吧。小老弟，你爷爷我在这儿呢。这么大的体型是怎么跑那么快的？我靠，急了！这毒性攻击可够密集的。小心身后！感觉5脏6腑都移位了，又来了！才不会给你吃掉啊！这果然和动动手指的游戏差太多了。脑子觉得我行，身体不觉得啊！可恶，又是毒液攻击！难道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等等，还是毒液攻击，那么接下来，我似乎找到规律了。小心，你已经无法抵御任何攻击了。放心吧，他已经无法再碰到我了。躲开了。果然如此。那么接下来还是想吃掉我吗？现在换我了！造成伤害了。只要能打得动，蹭刀我都蹭死你！
嘿，连招打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了，去死吧！嘿嘿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以你的等级，根本不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啊！这有什么难的？这个首领虽然攻击力很强，但攻击方式就那么几种，速度虽然很快，但只要用心就能发现他攻击的规律，躲起来轻而易举。这游戏的狗策划懒成这样，还能难倒我雨神？来吧，你现在就是个大型木桩！我闪，我躲，我斩！妈的，累死老子了！不过，终于快结束了。什么啊，这是？不是吧！好不容易磨到这个血量，居然还有暴走模式！让我遇到这个游戏的狗策划，我一定要弄死他！连攻击方式都变了吗？可恶！攻击力上升后，连格挡都掉血了。以我的经验，就算怪物狂暴，也是有攻击规律的。但我的血量已经不容许我进行试错了。糟了，那个方向是沈云瑶！我真是太蠢了，以为是 F 级地下城，没有购买任何药物就跑了进来。现在自己要死，还害得那个变态也……你和他长得有点像，我没办法再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女孩死在我面前了。谢宇，不过我也不是白送，我在赌一件事。检测到玩家心率异常，自动激活过载模式。看来赌对了。自动吞噬损失中的生命灵源。过载28%，过载进度提升中，过载80%。谢宇，过载120%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刀9999啊！怎么可能？还不赖嘛！相约地下城隐藏首领暴走失乐，奖励已分配至队长。地下城将在30秒后关闭。谢宇，谢宇！啊！谢宇，你醒了吗？雨姨，雨姨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你了！你这家伙，去死吧！你这个变态色狼，我当时就该把你留在地下城等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眼花了。诶，我还活着。差点死了。但这次过载模式开启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同。咦，居然还学会了新技能！另外，过载模式的技能描述也产生了变化。你一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有没有。对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哪儿？酒店，钱我替你出了。地下城首领奖励一共300积分和1块10个晶元，积分全部拿来救你了，晶元归我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还有我的衣服呢？难道是你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要不是看你快死了，我可没兴趣脱你衣服。那我的衣服呢？全是血，丢掉了。那可是我花了积分买的。少啰嗦！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那一刀的威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
这我也不太清楚。当时我感觉自己快死了，然后一道光闪过，接着我就没意识了。撒谎的样子可真够蹩脚的。我们本来也只是合作关系，不想说可以不说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一件很在意的事情。你刚玩这游戏的时候，有没有被玩家猎杀过？你被人猎杀过？有一次，不过被我反杀了。赶紧打开你的游戏界面。这是城市地图？是游戏地图，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关掉。这种功能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可以通过地图查找任务点或者地下城入口，还蛮方便的。笨蛋，我要被你害死了！这地图已经把你位置给泄露了。我操！你的位置坐标一直是可查看状态，只怕早就被不少老玩家盯上了。哈哈哈哈！新人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不过这么多栋楼，看来还得花点功夫。等着我哦，新人！等等我，哥哥，真的是这边吗？放心吧，硬币会指明我们的方向。可是哥哥，我们已经迷路很久了。是正面，目标已经不远了。好的，哥哥，我会努力的。捕猎完毕，干掉这些新人可比地下城杀怪物有趣多了。哦，又发现了一枚新人，太棒了！那看到没？9点钟方向的狙击手，跟我一样的8级老玩家。这个区出了名的新人终结者。啊，位置消失了，看来新人有所察觉了。其他地方肯定也有猎手在埋伏，麻烦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猎杀新手？新人刚接触这个游戏，大多都只会做任务，身上带着不少积分。一旦死亡，身上的积分和所持物品全部都会掉落。这只是其中一个情况，而有些人则是单纯的享受虐杀。虐杀吗？真够恶劣的。所以我要走了，我可不想因为你被那群猎人盯上。虽然你救过我，但我也救了你，咱们两清了。祝你好运。慢着，你还想干嘛？我可不要跟你一起死。你现在离开也有风险吧？我有个主意，不仅可以安全脱困，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。有兴趣吗？消失了，看来关掉位置可见了。哥哥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有我在，怕什么？运气好的话，杀掉他得到的积分或许就够了。再找一下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了。好像找到了2个，你那边怎么样？狙击手还在那里搜索目标。非常好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喂，你们是不是在找我啊？找到了，妹妹，战斗状态。我会努力的。哼，出现了，看来今晚没白等。沈云瑶，怎么样了？我他妈要撑不住了！对面楼上狙击手已经就位了，只要你在窗口一露头就会被打中，可要小心点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听你好像跑得挺累的。你觉得自己掉了？因为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游戏有这么变态的技能啊！抱歉，能不能请你把积分交出来？就是现在！露面了！再见了，新人！妹妹，狗咬狗计划成功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对面楼上还有其他人。同伙吗？看来是某个工会利用新人作饵，想猎杀我们，我们中计了。哥哥现在追上去，可能会被对面的狙击手锁定。那就先干掉他们。狙击手就在对面的楼顶吗？伤害不够吗？没道理啊！啊，这是伤害我妹妹的人，不可原谅。
我准备好了，哥哥，组合技，跳跃闪击。嘿，打得够热闹的。好不容易转移了火力，现在还想捞好处吗？算了吧，既然出来了，就别再往火坑里跳了。对了，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没确认过，在这个游戏里死亡的话，会发生……按理说时间过了那么久，我们应该已经脱离隔绝领域了。有埋伏。上面。小姑娘不错嘛，警觉性挺高。居然一点都没察觉到他。新人小子，就让我来告诉你，在这个游戏中，死亡会有什么后果。加了那么多戏，最后还是免不了要正面杠。原以为只有一只猎物，想不到还有一只看起来实力不错的赠品。你伤刚好，我来试试他。你一个人没问题吗？这个嘛，只能打了才知道。沈云瑶，你没事吧？力道还不错，不过跟我比起来，可就差远了。从力量上判断，他的等级应该高不了我多少。如果你还能打出地下城那一刀，那眼前这家伙绝对不是对手。再用那招，怕是他没死，我就先死了。还有闲工夫聊天儿，我还真是被小瞧了。你不会真的觉得靠你一个人就能战胜我吧？糟了，他的目标是……抱歉，你今天要死在这儿了，而你的积分会让我继续拥有满分的人生。谢宇。哦，该抱歉的是我，毕竟我可没打算现在就死。光是接这一脚，都让我感觉全身的伤口都在疼。少看扁人了，风卷残云。滚开！弱爆了，十字绞杀！什么？云瑶，我没事，技能互相抵消还能伤到我，好强！不得不承认，你们有点实力。怎么，想投降认输？现在还来得及。我不是个爱冒险的人，但现在这件事有了风险，所以我想跟你做个买卖。买卖？想把认输叫的好听点也行。你把积分全部交出来，我就放你走。不，我说的买卖可比这好多了。你只要站在那里不动，新人我来拿下，积分你6我4。什么？除此之外，我还引荐你加入血月公会。目前排名前10的大公会吗？这个条件倒是挺诱人的呢。哎，那什么，你不会真打算卖了我吧？卖了你，我那300积分不就白花了？而且我对那种会猎杀新人的公会，真是半点兴趣都没有。哇，真是被吓死了。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我们要如何才能打败眼前的敌人？比起这家伙的武力值，他谨慎的心思也一样可怕。你小心了，这家伙可不简单。知道。小妹妹可要想清楚，在这个游戏里，只要死了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全部消失了。闭嘴吧你！这丝线是什么时候布上的？刚刚明明还没有啊！小妹妹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真当我不存在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他们还有一个人。完美的登场时机，影杀！少费口舌，杀！居然还有一个！整个巷道布满了丝线，撤退路线被彻底封锁了。2打2，我
场基本没胜算，只能想办法先解决其中一个。要小心那个兜帽男，还不清楚对方是什么类型的玩家。看到你们从希望到绝望的神情，这感觉真是好极了。别磨蹭，杀！好吧，那我只能使出这一招了，必杀技，撕裂切割。以杀必击决胜负吗？不对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把我推到背后的丝线上。谢雨，来了！影夫，身体动不了了，还是得靠自己。用完这招，可就真的弹尽粮绝了。必杀技，炎锯。你拖大了。确实是，小瞧了他。不过，看他的样子，不管是血量还是能量，都应该已经见底了吧？我已经废人一个了，如果你手上也没有底牌了的话，只能等死了。怎么办？已经不能再消耗身体，使出地下城那样的一击了。可是不消耗身体的话，我的攻击一点威力都没有。等等，不能消耗身体的话，云瑶，借我一样东西。啊！迄今为止，我一直都是找那些等级上比我差上一截的敌人。这样的战斗，我有接近100%的胜算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会留个后手。你想的没错，刚刚说跟你合作，的确是骗你的。只要你一同意，影杀就会趁你没有防备的站在旁边的时候，从背后解决你。不得不说，新人玩家里，你们相当优秀，操作和意识都是一流。但你们还是要死在我手上，因为今天的我也是完美的100%。100%？从来没有完美的人生，更没有什么100%。人生也好，游戏也好，只要有1%的希望，就能逆转胜利，这才是最有趣的。而虐菜唯一能证明的，就是你只比菜鸡强一点儿。什么都没经历过的家伙，还在这里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。从前我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的人生必须是100%。如果别人的人生都是100分的话，老爷，我考了80分，嘿，我可是90哦。那么我的人生就是50分。小时候因为车祸遗留的痼疾，我的双腿变得失去知觉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人生。可是即便如此，都这样了，读书还有什么用？我还是无法得到这个世界公平的对待。你这种情况，只怕没办法胜任我们的工作。你这种废人，再努力又有什么用？你这腿只怕没办法。你是个残废，废人。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不公平，我靠着自己的算计，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。我用50分的身体做到了90分的人生，可是人生仍旧有10分遗憾。直到那个游戏的出现。恭喜你获得参与中间游戏的资格，请问是否参加中间游戏？让我的人生补全到了100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我的人生再有1分缺憾。赌一把了，吞噬之刃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给我激活吧！吞噬 F 级能量核心，破甲模式激活，吞噬变形激活。这是地下城那时候的反应，这家伙果然。吞噬状态这种不稳定等级状态，必须要控制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。不对劲，红星，停下！我不容许任何人
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，小伎俩就用100%的力量碾压至死。我的剑不行又变帅，让我用事实告诉你吧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100%。我死！那家伙没事吧？新人如此力量，无法理解。是我赢了。是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绝不会失败！我100%的人生！曾经的我也是这么谨小慎微，最后却伤害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但这个游戏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所以今后只要有1%的机会，我就会赌上自己的全部。空行败了。行啊，你小子，伤才好没多久就能使出这种力量，身体不错嘛。嘘，别碰我，那个刺客还在，我得再撑一会儿。只用了1刀，就把空行挫骨扬灰了。这家伙只是个新人，怎么做到的？他看起来像是强弩之末了，我要出手了。躲在一边的藏头老鼠，还要打吗？无畏冒险。楼房恢复了，领域解除了。看来那家伙是离开了。终于结束了，多亏大师哥留下的那块能量源。消灭游戏玩家，获取玩家所属物资和积分。哇，开战利品了！我操，这么小的箱子居然爆出这么多东西！这下发达了，这种装备怎么看都是很值钱的呀！喂，刚刚杀死那个玩家的积分，除了应该分我一半，你还要10倍还我能量源价值的积分或者装备。什么？我打生打死，结果你要分走那么多？要不是我，你早死了！赶紧把东西都拿出来！而且你当时说的是借，那利息多少，当然是我说了算。提示：是否向玩家沈云瑶支付1700积分？这就对了。这算成钱，可就是170万啊！话说起来，如果积分什么都能买，那属性点数也能购买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以你目前的等级，1000积分才能购买1点儿，而且越买越贵，性价比太低。这个游戏自由度太高了，需要不少时间去摸索玩法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开辟出你自己的道路。好啦，东西都分好啦。哎，太好了，让我看看都有什么稀有装备。你看好哦，这边是我的，然后这边全都是你的，千万别拿错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凭什么旧的破的都在我这边？还有这卷卫生纸是什么鬼？别再给我大呼小叫的，我没全拿走都算便宜你了，账还没结完呢，剩下的以后再算。这女人也太可怕了。之前谁说不要跑还能捞一笔的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。不过看在最后是你干掉了对手的份上，另外再送你个好东西，你就带着对我感恩的心回家去吧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归西药水，使用后30分钟内，心跳、呼吸无法被察觉，所有属性降低90%。这什么鬼药水？喝完躺下等死吗？哎，人呢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联系方式都不留一个？老子打生打死，结果只留下这么一堆破玩意儿给我收场，这什么鬼东西？
老子在地下城捡个石头都比这强。玩了这么多年游戏，都没这么憋屈过。系统提示：玩家已获得稀有道具金妥善落入物品栏。我操！终于是有点好事了，看起来是个蛋。先收起来回家再试试。如果能孵出什么稀有罕见的东西，那这波也不算亏了。嘿嘿。好好睡了一觉，总算是缓过来了。该处理一下战果了。系统调出状态栏，打败空行得到了3400积分，被沈云瑶分走了一半。连番的越级战斗也让等级连升了3级。不过这种在死亡线上反复横跳的战斗，以后还是能免则免吧。系统调出物品栏，一大堆垃圾武器，都卖了吧。咦，绿装，稍微好一点的装备可以用来分解。防具栏怎么？难道说拖到上面试试看？已检测到可吞噬武器，吞噬中。什么？吞噬成功。防具的套装居然诞生出这种逆天技能，赶紧把剩下的装备都喂掉。检测到可吞噬装备，吞噬成功。我操！只要是带有附加属性的装备，我的吞噬套装都能吃掉，并化为我自己的属性点，这也太逆天了！看来得想办法搞得更多这种带有附加属性的垃圾装备。已有新任务发布，是否查看？来得正好。任务提示：前往学校进行日常学习，每日签到积分加10，全勤额外获得积分加400，等级加1，进度0-68。这坑爹的游戏策划！没想到到头来，我还是要回到学校。这个身影，这个傻逼样，错不了了。王婆，居然碰到你小子了！你哪位？连我都认不出？这家伙叫王博，玩游戏认识的，是我目前唯一的好友。也是，这不怪你，谁叫哥我已经变得这么玉树临风。这个装逼的声音，难道说谢宇是你这孙子？你这大嗓门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？你上次说要回学校，结果也没看到你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那天突然有急事儿，但总之，你愿意重新回来，我是真的很高兴。话说，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瘦了？你少吃肉，多吃菜不就瘦下来了吗？那你现在吃的是啥？这歌声，你之前一直没来不知道，这可是目前我们学校最火的歌手，不止学生，连老师都被征服了。确实很棒，但这声音为什么听起来那么耳熟？想不想知道这人是谁？你认识？报告班长，你日思夜想的谢宇同学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班长，这位就是谢宇同学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沈云瑶吗？欢迎回学校哦，谢宇同学。可是这个打扮，这温柔的样子，还有这……好吧，这个确实是他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人我带到了，班长，你可答应要帮我抹掉旷课记录的，别忘了啊！你他妈阴我！想见你一面还挺难啊，谢宇同学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新班长啊！要是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上课了，哈哈。怎么，想躲我？不敢不敢，可不就躲你吗？每次遇到你这娘们儿就没好事儿。上次空行的那些装备我卖了，这是你那份。积分提示：已获得来自玩家沈云瑶的5000积分。5000积分，有了这些积分，我就可以回收到更多低级装备了。这家伙，看来真是冤枉他了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别误会啊，这些积分本来就是要分给你的。
抱歉，昨天太兴奋，所以把好东西全都搜刮走了，这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嘛？对了，你是在哪里卖掉那些装备的？是有个交易市场之类的吗？我找了个熟人卖的，不过确实有交易市场，等我有时间带你去。沈云瑶那种回收高级装备的人，一般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，看来还是要跑一趟。对了，你看到这个新闻没有？这是？没错，这就是你昨天干掉的空行。可为什么警察说他是自杀？游戏里的死亡会导致现实里同步的死亡，但是死亡方式千奇百怪，大多是自杀或者意外，完全不会引起外界怀疑。其实我第一次被玩家追杀以后，就思考过这件事。这个游戏的奖励太优厚了，以生命为代价，完全合理。但我不想主动伤害别人，我想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战斗，那是我作为玩家的尊严。不过，如果有人把我作为目标，那我必定加倍奉还。你还挺乐观的嘛，之后有兴趣继续和我组队吗？这个容我暂时拒绝。我喜欢玩游戏，我知道被高级别玩家带着玩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但轻松是有代价的。当你连游戏地图都记不住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已经停止思考了。而在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游戏里，停止思考就意味着死。距离周六交易市场开启还有4天，要抓紧多做些任务，多赚些积分。任务提示：前往1级地下城，鬼影医院并通关，积分加600，经验值加5500。1级地下城吗？来得好！等着我，雨衣，我一定会复活你。看来地下城入口已经打开了，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主题的地下城？不会是恐怖主题吧？不知道积分商城有没有封印我这张开光嘴的道具？尸还没有行动，背后的门也被挡住了，而旁边却有2个通道，一条陷阱，一条正确通道，还是2条通道都有关键道具？那不管进哪个都一样，这就想吓到我？狗策划不行吗？我操！冷静，这种首先登场的怪物一般都不强，正适合升级后练手。这些1级地下城怪物比和沈云瑶一起刷的那个 F 级地下城的怪弱多了。难道这个游戏的地下城怪物是根据进入玩家的等级自动调整的？如果怪物强度刚好，我就可以放心的练习战斗技巧了。我不能过度依赖过载模式，那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能力，谁知道会留下什么隐患？身体逐渐适应了。是谁？这个身影怎么那么像雨衣？别跑，给我站住！站！我在干什么？那怎么可能会是雨衣呢？他已经不在了，而且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。雨衣，从记事起，谢雨，我好像就认识林雨衣，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。长大后，早上好呀。她越来越漂亮，在别人眼里，雨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乖乖女。小雨注意右边，左边的2只丧尸交给我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做最好的朋友，但是真不知道雨衣，你为什么要和这种又胖又丑还只知道玩游戏的人做朋友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于是渐渐的，连我都觉得自己配不上成为他的朋友。谢雨，那什么，我今天约了人一起下副本，我们改天再一块玩吧。好，那我等你下次有空。可是，下次再也没有到来。可恶！不对，现在可不是伤感的时候。只要不断变强，获取积分，我一定能再见到他的。到时再兑现那个下次。没想到居然歪打正着了。骷髅手上的应该就是关键道具了。不过这些床上的怪物，
按照惯例，这一看就是在我拿到道具后会触发的陷阱吧？这种小把戏也想难倒我？老子才不会把你们留到等下阴我，先下手为强。系统提示：无法攻击。啊，还有这种限制？对了，无法攻击就治不了你了吗？天真！大功告成，那这个我就不客气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吼了。吼了你也起不来。关键物品已经到手，看你们这么痛苦的份上，顺便帮你们解脱吧。哈哈，这经验刷得爽！恭喜，获得新称号。咦，这游戏居然还有称号系统？你好骚啊！还会玩梗，有点东西啊。在地下城里还是不装备了，跟顶了个嘲讽似的。啊，不知道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想他干嘛？居然敢拒绝我的邀请，死了才好呢！去死吧！逐渐开始习惯战斗了。血晶石，看来这应该是第2个关键物品了。很好，接着就赶紧找出首领通关吧。又是那个身影，3番4次变成雨姨的样子，找死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变成那个样子？滚开！可恶，偏偏这个时候闹出这么多，那就一起解决好了。哎！我操，这下面还有一层。这地下城真是意外的大，这里也有一个入口。那个幻影果然是在引导我们，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在医院地下城里冒出来个山洞，而且这只怪物和外面那些不同，有些诡异。来了，先试试对方深浅，攻击无效。什么？打又打不到，被摸一下半管血。可恶，先撤再说。黄泉之间，难道那些怪物会攻击我，是因为我不是死人？可是为什么要在地下城里安排一个只有死人才能进入的房间？而且死人怎么可能长脚走路？等等，之前我拿到的那个东西，或许会有用。如果猜错了，进去可能就被秒了。赌一把！我靠，这要人太得劲了，一点力气没有不说，感觉快挂了啊！难道上了年纪以后就是这种感觉吗？走一步都好像要耗掉半条命。我来了，这样可千万得见效。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太好了，怪物都散开了。果然，我现在心跳都基本停止了。这些怪物不再盯上我，总算是走过来了。耽误了那么多时间，那个冒牌货可别走远了。泉水，结果老子辛辛苦苦跑进来，冒充雨衣的家伙也跑了，还什么奖励都没有，只有一口泉水。不过这种感觉好温暖，血量也恢复了。这是生命之泉，死亡的尽头即是新生吗？很好，顺便把归西药水的效果也除去了吧。反正前面就是出口，应该碰不到那些怪物了。谢雨，谢雨，你在看哪里呢？这个声音，雨姨，
真的是你吗？雨姨，谢雨，我可是等你很久了。雨姨，你怎么会？别碰我！谢雨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害死我？怎么了？连回答都要拒绝吗？如果那天你没有因为逃避而拒绝我的邀请，和我一起回去，我是否就不会被车撞到路边，在绝望和痛苦的30分钟后才迎来死亡呢？杀了我的是你，谢雨。网上说这家店的蛋糕超棒，放学陪我去啊。谢雨，怎么看上去不开心的样子？让我一次又一次去游戏厅放松下，怎么样？明明我们自小就是好总算让我逮到你了，这可是我次你不去也得去。没错，那天如果不是我，你根本不会死。连医生都说，如果送医及时，绝对能够挽救。你的这份罪过，我可不会原谅你哦。用你的灵魂偿还吧。我对不起，雨姨。过去的我，连直面你的勇气都没有。如果那时的我能再坚强一点，但是世上是没有如果的，我也不再需要如果了，因为我得到了能够让我在真实的世界里再次见到你的机会。把灵魂交给你，或许能够解脱，但那也不过是一种逃避。而这次，我不会再逃避了，我会不断变强，不断获取积分，直到见到你的那一天。我的这份罪孽，就由我亲手偿还，好吗？好啊。隐藏任务完成。隐藏任务，所以刚才那个是地下城的一部分。够策划，又设计这种恶心人的桥段，把眼泪还给我！这泉水在发光，难道还有物品奖励？失落的女神像。从这个道具的入手难度来看，作用应该不小。从这边出去吧，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些阿飘。从地图来看，整个地下城都探索完了，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就是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古怪的大门了。按照我的设想，只要把2条通道里面获得的道具放到对应的位置，应该就能触发首领。果然，动起来了。系统提示：1级地下城首领出现。这威压感，看来又是一场苦战。我信仰之人呐！这只会说话？你亦是来讨伐我的吗？不然呢？除了讨伐，我还有其他。对了，所谓骑士，都是原本具有信仰之人。那或许这个东西，试试看吧。此物正是我的失落之物，可怜的迷途之人呐！你归还了我的信仰。我操！东西都给你了，还要打吗？我以为你指救前方的道路。咱能不能别说话大喘气儿？系统提示：1级地下城首领已消灭，成功发现隐藏地下城首领。隐藏首领，原来前面的隐藏任务都是为了这个隐藏首领做的铺垫。原来如此，从我进入地下城那一刻起，故意制造雨姨灵魂假象，一步步引诱我走到这里。不管你有什么意图，也不管你是什么隐藏首领，竟敢一次次的利用雨姨玩弄我，你死定了！出来吧，躲在背后的家伙！可恶！我要冷静，这不是真的雨姨，
只是为了激怒我的把戏而已。警告！隐藏地下城首领出现。飞行类敌人吗？对于无法远程攻击的我来说，很棘手。先试探看看吧。过载模式启动。来！滚开！可恶！这种远程法师，我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该怎么接近他？又是个弱小的挑战者，无趣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发现隐藏关卡很幸运？只要战胜首领，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。但你不过是又一个因为我无聊而故意吸引来的悲哀灵魂。拥有意识的首领吗？我没猜错，我是被这家伙引过来的。可怜的人类呀！在得到你的灵魂之前，就让我好好折磨一番吧。攻击不是朝我来的，怎么会？他居然还能操控亡灵军团，这下要想接近他就更难了。只能上了，不能把过多精力浪费在喽啰身上。呀！什么？这个傀儡居然能挡住我在过载模式下的攻击，而且他的那个装备，难道说他曾经是玩家？他们的灵魂被首领禁锢在了这里。用过载模式和他们打消耗，就是找死！拼一下！过载模式10%发动，能量喷涌！哈，一击就摧毁了我的亡灵吗？可是我寄宿在镰刀上的灵魂还有不少呢。我的能量和身体状况只允许我再使出一次刚才那样威力的技能，但拿来对付喽啰的话，我就无法战胜首领了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冷静。要是被沈云瑶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可要笑死我了。而且还有等着我的雨衣，我怎么能输？反正都是要死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上吧，我的奴隶们！强行过载，10%，是那个方向吗？能量喷涌！在我的灵魂到达地面前，就想将其遗体摧毁吗？值得称赞。只是，似乎不用我出手，你也已经快到极限了呢。挣扎够了吧？不如乖乖受死怎么样？看在你多少给我带来一些乐子的份上，我会利落点儿。谁说我输定了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吞噬之刃，吞噬模式开启！痛玩迷失的亡魂们啊！什么？成为我的力量吧！灵魂吞噬！检测到巨大能量源。果然，灵魂也属于生命能量的一种。能量已超出可承受上限，将自动转变复合形态。我听到了，也感受到了，被你折磨的灵魂所发出的悲鸣，在祈求我将你讨伐。吞噬之刃发生了变化，新的武器技能涌进我的意识里，这感觉就像当初学会能量喷涌一样。身体现在也充满了力量，5%的过载模式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这灵魂力量真是太棒了！啊！居然拥有这种力量！灵能震击！什么？竟然有这样的速度！呀！灵魂突刺！奏效了吗？居然有人
能对我造成如此伤害，那就让你看看我真实的模样吧。我的囚奴们，化作我的力量吧！什么？样子也变了，连血量也恢复了，好快！真绞杀！可恶，变身后速度和力量都大大提升了。你的灵魂是我的了，安息吧。这个正面攻击躲不开了，我要完蛋了吗？可是为什么我却在笑呢？是啊，因为我是个玩家啊。对一个玩家来说，有什么是比身处绝境，在瞬间逆转更让人血脉喷张的呢？你觉得是你固定住了我吗？可现在你也无法移动，不是吗？去吧，巨能贯穿，给我破啊！什么？我赢了！果然，从你踏进地下城那一刻，我就预感到，是你的话，说不定能为我的灵魂带来真正的解脱呢。成功击败隐藏地下城首领，战利品将自动保存至物品栏。哇，终于结束了，真是好险啊！御医，果然只是游戏的幻象吗？不过能够这样子再次见到他，也算满足了。下次再见，就是我复活你的时候。系统，调出我的状态栏。哈，连升2级到8级了，积分也加1000，收获还不错嘛。道具的话，紫色名称的道具，这个魂石也是能源吧？这样以后也能用到过载模式上了。太好了，只要收集到足够多的能源道具，配合过载模式，我现在也有不俗的实力。我的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伤痕？怎么回事？身体也有不少，难道说是吞噬之刃的反噬？可恶，早就应该想到，这么强的过载模式怎么会轻易就能使用？以后不能再多依赖过载模式了。不过不依赖过载模式战斗的话，靠吞噬之刃吞噬武器提高属性点这个技能，也能大大提高我的战斗力。明天就去找云瑶，带我去上次提到的交易市场吧。给我等着，我马上找来更多的武器，让你吞个够。云瑶班长，下课后要来参加我们的跆拳道协会吗？可以强身健体哦。这个嘛……白痴，怎么能让班长参加那么危险的活动？当然是来我们篮球队的啦啦队最好不过了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两位同学，你们就别争了。班长可是已经答应我今晚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了。这家伙，你是谢宇？谢宇，你终于来上课了。你小子可是变了不少嘛。可是你这小子这么久不来上课，一来就约班长，太鸡贼了。谁叫我功课落下那么多了呢？班长可不能看着我拖我们班后腿，对吧？好啦，快上课了，大家都回座位吧。云瑶班长，不建议我坐在你旁边吧？离我远点！哎呀，我这不是替你解围吗？再说这次我可是有重要事情拜托你了。什么事？上次拒绝了我，这次可别想求我和你组队刷地下城。现在知道一个人多势力了吧？你的手这是昨天攻略地下城受的伤吗？小事而已，说来话长，你不用紧张了。才没有，谁会紧张了？说正事吧，上次你说的交易市场，我给300积分作为酬劳，你今晚带我去好不好？刚好我也要去，那就500积分，不用谢。好哦，就知道你会这样。收到新的日常任务。什么啊？又是烦人的日常任务，积分还少，我都不想接了。
蛋！别怪我不提醒你，如果耽误太多，任务没完成，系统可是会进行处罚的。什么？可是这任务……这个问题有同学解答出来了吗？别说提问到我，老师能不能看到我都是个问题啊！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哼，天真，我还有秘密武器。真好奇哟，你好骚啊！老师来猜。那个生面孔的同学，好像特别有精神呢。就你来回答吧。什么？这称号能力也太强了。不过这问题说的是什么？只能用积分兑换答案了。系统提示：兑换答案将会支付20积分，是否同意？同意。答案一下子就涌进脑海里了，充满知识的感觉真好啊！答案是1.2米，完全正确。这么快便算出准确答案，这位同学真不错哈。这个称号真不愧是你啊！过奖，净赚30积分，还行。报告会长，空行战死，新人不可思议。哦，猎杀新人却被反杀了吗？这把剑原来如此，想必其他工会也要有所行动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，甲组1队？我明白了，会长，这种事情就放心交给我吧，给我1天时间，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，我都会带到你面前。都快12点了，说好的坐地铁去交易市场，现在还没来。女人呢？喂，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呢？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？不，怎么敢呢？我说，你怎么和白天的穿衣风格区别那么大？当然是为了尽量不被其他玩家认出来。我还是一眼能认出你好吗？乘客请注意，本班次列车为本站末班车，请您准备上车。你看，因为你迟到，差点末班车都赶不上了。少啰嗦，我们要坐的就是末班车。我们等下要到哪个站啊？别急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灯光怎么都灭了？故障吗？别大惊小怪的，你看下窗外。窗外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是……天啊，这是哪里啊？从我们踏进末班车车门那一刻起，我们已经进入地下城了。这里是地下城？可是地下城不都是刷怪的吗？这里曾经是一个超级地下城，不过后来被金蝉工会征服，并改造成了交易市场，而他们也靠这个交易市场成为与狮心、灰雾、血月并称的4大工会之一。之前我们干掉的空行可能是血月工会的人，所以我们最近行事要小心一点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地方。车站即将关闭，请您尽快出站。金蝉工会规矩规定，玩家不能隐匿伪装。强制换上装备了？这里就是交易中心吗？这地方真是太棒了！你刚才还说要小心，我们这么大摇大摆走在外面没问题吗？金蝉工会规定，交易市场不得发生私斗。不过你说的对，还是走小道吧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还有小道？喂，小妹妹，给我站住！啊，这么快就给打脸了？别紧张，盯上的可不是我们。是。小妹妹，第一次来吗？我们兄弟俩对这里可熟悉了，带你逛一下。我不需要，你们放开我！来嘛，小妹妹，请放开我！那个小女孩是……你认识？打空行那次我见过她。可恶，这些混蛋，人多欺人少就不说了，还对一个小女孩出手。笨蛋，别冲动！既然曾经是敌人，何必多管闲事呢？那是两码事。我玩游戏最瞧不起欺负新人的家伙。那你乖乖在这里看着。救命啊！咪咪，发现求救信号，执法模式启动。
闹事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等候制裁。咚铃咚咚。靠！本来可以轻松带走这只小绵羊，是谁触动了报警系统？在这里遇到危险，只要大声呼喊，就会触动金蝉工会的警报系统。垃圾桶机器人，真帅啊！哔哔，检测到违法者尚未停止违法行为。区区机器人，敢让我兄弟王洛！对我们血月工会的暴走兄弟出手，可笑！小妹妹，别挣扎了，哥哥我可没多少耐心，还是得管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让你看着就看着。是谁敢在金蝉工会地盘上撒野？怎么样？哼！竟敢在这里闹事，还打坏我心爱的机器人！这是金蝉工会的人？交易市场是金蝉工会的摇钱树，敢坏这里的规矩，死路一条。哼！让我们久违的大闹一场吧，小金刚！机器人救援，场地损伤。哼哼，害我金蝉工会治安管理员小丸子的个人出场费，罚款一共合计3000积分。哼，积分没有，气倒是有一把。小心！啊，这个笨蛋！哼，敢跟本小姐耍心机！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。哇哦，这位小哥哥，刚刚真是勇敢呢。不过，毁坏交易都市地面，给你打个8折，算100积分吧。什么？这都要罚款？小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们。阿伟，你别死啊！可恶！你们金蝉工会竟敢招惹血月工会，我们绝不会！什么垃圾！也敢自称血月工会的人，该杀！看来是正主来了。我们现在在金蝉工会的地盘，应该不要紧吧？鬼面，你杀了他，这3000积分可得替他赔哟。不好意思，我对小屁孩不感兴趣。啊？通行是死在你们手上的吗？我杀的，跟他没关系。别逗了，没有我，你一个人能干掉他？嘿嘿嘿，还挺有气概的嘛。放心，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。喂，鬼面，你似乎没把我放在眼内呀。哟，原来是金蝉工会的小丸子嘛！我为刚刚的鲁莽行为道歉，那2个冒牌货的损失我会全部承担。相对的，我请求金蝉为我们开启命运赌场。啊？你确定吗？命运赌场？这可是用双方所有积分和性命做赌注的赌博游戏。什么？嘿嘿，怎么了，小鬼？怕了吗？没想到血月这次为了我们会如此大动干戈。有赢的可能，我有什么拒绝的道理？挑战我接下了。嘿嘿嘿嘿嘿，不愧是杀死空行的人，有胆识。空行的那枚蛋在你身上吧，臭小子！那就半小时后命运赌场见。不要想着逃走，否则只会死得更惨。那颗蛋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救援也是要收费的哦。我叫秦武，但我没有积分可以付给你。啊？一个玩家怎么会没有积分？对不起，其实我来这里就是想兑换一点积分，救我哥哥。你哥哥就是上次和你一起袭击我的人吗？他怎么了？上次跟哥哥一起去猎杀你们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积分都用来帮我恢复伤势，可是他自己也受伤了。这有点菜啊。要不是因为我，哥哥也不会受伤，所以我就瞒着他来了这里。看你那么可怜，我可以算你便宜点，
并且高价收购你手上的东西，扣掉费用后给你。啊，真的吗？那请麻烦看一下我的装备道具。啊，就这些吗？不怎么值钱呢。啊，可是这已经是我的全部了。你这些东西加起来折算兑换还不到500积分。才500积分？你这个奸商不会是看他是新人坑他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们金蝉工会从来都是诚信为本。不过呢，这位小妹妹要是真想要积分，倒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哼，恰好他们这边战斗力有些不匹配，不如你加入他们，一起参加命运赌场吧。这怎么行？怎么能让他卷进来？不，再不获得积分，哥哥就要撑不下去了。为了哥哥，请让我也参加这个命运赌场吧，求求你们了。金蝉命运赌场在我们这里可是万众瞩目的项目，每次开赌局，我们金蝉可以赚个盆满钵满。所以这就是你这么热心让我们参加的原因吗？没错。各位，欢迎来到命运场所。这就是我们金蝉工会在4大工会中立足的根本，98级首领千幻金蝉大人。98级的首领，要是发飙的话，这里所有的玩家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吧？千幻大人只喜欢和金钱有关的东西，而且我们会长和千幻大人订立了契约，绝不会伤害玩家。哟，你小子果然有胆量！准备好了吗？你的人生即将到此为止了！请双方在比赛前禁止嘴炮。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游戏规则。进入游戏后，两边各随机选取1名玩家作为进入上方转盘的博弈者。博弈者每次可使用100积分挥动轮盘抽取奖励，若对抽取奖励不满意，可以重新抽取，但每次所需的积分翻倍，而获得的奖励会由下方同伴得到，用于进行战斗。下方同伴则需要对对方2只蟾蜍图腾展开攻防，先摧毁的一方视为战败，最终战败一方将会一无所有。进入游戏后，除非一方图腾被摧毁，否则无法结束游戏。双方都确认好了吗？青武，这场赌上性命的恶战本来就与你无关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为了哥哥，也为了弥补之前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你怎么不问问我想没想清楚啊？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？尽管不清楚秦武的实力，但还是要以我作为博弈者这种情况去设想战局。谢宇哥，灵瑶姐，我有个主意，这个给你。这是鬼面，此战别大意。放心，就凭他们是赢不了我们的。好了，看来双方都准备好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比赛开始！各位来到交易都市的玩家们，久违的金蟾蜍赌战再度开启了。这些赌战分别是来自血月的影杀和鬼灭，另一方则是第一次参加赌战的萌新玩家。又有赌战了。老辣的血月有着未知实力的新玩家，这次你们会支持谁呢？请赶快到金蝉赌场下注哦！什么人？金蝉挑战血月？嘿嘿，我压1000积分血月，我压2000。现在有请千幻金蝉大人为我们开启比赛场地。这就是千幻金蝉创造的幻境战场吗？我和影杀作为博弈者，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。云瑶、秦武，听到吗？战斗部分就拜托你们了。虽说你运气一直不错，但这个时候要是掉链子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看来双方都准备就绪了呢。那么第一轮命运轮盘转起来吧。轮盘中有各种功能不一的物字，大小种类无法一一说明。不过白色为最上级，红色为上等，依次是黄蓝2色。嘿嘿，说到底，这也是靠运气的轮盘抽奖吧。这个我还没输过谁。这是影杀的技能！我操！利用技能位移站位，这样不算作弊吗？红方是红色物资爆裂之剑，一个回合内增加50%攻击力。而蓝方真遗憾，竟然是绿色物资坚硬的水晶，无法在战斗中起到任何作用。
只能在游戏结束换取10积分作为本钱。运气不好我认了，但引杀这技能不算违规吗？不要灰心嘛，只要双倍积分加注，可以再次推动轮盘重新选择啦。重新选择或许可以翻盘，但相对的积分消耗也更快。第一局还是先观察一下吧。不加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是战斗场，双方请确认博弈关得到的物资装备。这家伙第1轮就抽中下下签。那么战斗场开始，哪一方会先拿下一血呢？亲我，要上了。我们2人夹击的话，还是有胜算的。我明白了。不愧是影杀，第1轮就抽到了最上等的资源。嘿嘿，小姑娘们，就让你们见识下绝望！技能发动！什么？小丑戏法！我的技能是可以分出一个拥有本体1半实力的分身。你们现在还觉得自己有胜算吗？我们连唯一的人数优势都没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外面杀死你们，获胜玩家得到的积分会大打折扣，但是在这里，只要赢了就可以100%榨干你们的积分。亲我，试试我们商量的那招。好，风卷残云，晕斩，组合力，银蓝。小儿科，什么？血到手，红方轻松拿下1血。胜负已定，请让我好好欣赏你们接下来的挣扎吧。